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来在谈及中印关系时声称印度当前正面临来自中国非常复杂的挑战，而两国必须在双边关系中找到平衡点。另外，苏杰生还表示，总理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正在走向全球奠定基础，正在崛起。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中国的崛起能够与之媲美。如果说还不能明白印度外长的意思，那么最后这句话就很简单了。苏杰生说呀，如果说双方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印度可以考虑与中方建立更友好的关系。但从这一番话来看呢，在向中国发出和好信号吗？可是要结合这段时间印度的所作所为，这和好信号的背后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这就比较难说了。在这之前呢，莫迪政府虽然一度曾与美国关系紧张到几乎要决裂的地步，但基于印度对美国的重要性，最终拜登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印度蒙混过去了。和好之后，美印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原本两国之间举行军事活动也是很正常的，但演习的地点那就规定在了中印边境，而一时之间你想都不用想，又是对准中国。印度与我国的边境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而这种情况之下于边境举行军演，摆明了就是针对中国进行的挑衅。美国无非是想通过印度来对付中国，挑起中印的冲突。那么也因此呢，美国甚至是公然的把藏南地区划分给了印度，企图加剧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印度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对我国始终存在敌意。如今有了这么一个大国要支持他，自然是欢迎的，哪怕他有自己的私心。这件事儿发生了没多久，结果现在呢，印度外长突然对华发出友好信号，谁信？反正网友不信。得知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不少网友都表示印度的话那是不可信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那是他的一贯作风。事实上别说你网友不信我个人开始第一反应也是不信的。谁能保证印度是不是又有什么别的目的？否则以他的这个性格怎么会突然要跟中国和好？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狼来了的故事上一次当就够了。当然，印度如果是真的要与中国和好呢？据悉印度内部有消息指出，说苏杰生外长此番是想要向中国表明一种观点：两个人口占据全球35%以上的文明古国，应该要肩并肩、手牵手一起往前冲，没必要在一些小问题上较量个死去活来。今后或许印度方面可以充当中方的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而与此同时，庞大的消费市场也会向中方开放，这就类似于20-30年前印度对中方所做的那样。印度与其他美国盟友不同的是，该国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先，要不然也不会在俄乌问题上坚持拒绝制裁俄罗斯。从这个角度，印度深知与中国合作后能带来的巨大利益，所以也不是没有可能放下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真正握手言和，互利共赢。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中国人在家中坐，这天上掉下来的到底是真的好消息还是印度讲话是不要本钱的？还有待考量。而目前充其量就是个半信半疑，毕竟我们也清楚，印度因历史上的边境冲突对我国敌意有多大。总之，还是希望印度带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我们一直是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平友好相处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